侧翼已经舔到直接承认自己是要饭仔。我们 YouTuber 也是创作者，你可以靠纳税钱爽过，我们苦哈哈。我们开频道搞了快6年，哪一天不是自给自足？没有政党给钱呐，都是老百姓全世界的粉丝这样抖内给我们，靠着广告的收益，靠着会员的加入，辛辛苦苦做到今天这个规模。哇，你真爽天天要饭，还要的那么理直气壮，不要脸到了极点，真的是有够夸张，这还敢讲这种话？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种事啊！文化部长李远高喊超越日韩，这一波炸出多少绿色侧翼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这几年都靠着文化部爸爸的多元创作补助过活，所以我就说了，为什么八囧说他要拿文化部补助？因为他身边都是这种侧翼，真的在拿文化部补助过活啊，都不演了，直接叫文化部爸爸了啊！现在被28000票大立委一刀砍光，谁？陈玉珍创作就可以有文化部奶水，那是谁的奶水？那不是文化部爸爸，那是老百姓的纳税钱。”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民进党这波太脑残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接受黑熊的命令啊，回到了花莲去罢傅昆萁啊，然后在回去之前，先打一颗球往馆长打过去，然后呢，还在那边带风向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2个礼拜内会有一个100万网红啊跳入抹黑我们的战局哦。不过我想问啊，你做完2月会出片吧？别问怎么知道，你收到指令瞧好喽。是随便讲啊，反正没中也没关系啊，没中就说什么？哎呀，他怕了，因为被我讲到了。中了就说什么？你看我预言好准哦，随便讲都你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，他现在在转移焦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找的是什么正蓝军舔共国民党，结果那个是个诈骗集团。这一波文化部呢有多扯淡？文化部长为了保他的预算，竟然说什么2027年台湾漫画超越日韩。文化部长李远高喊超越日韩呐，真的疯了，真的是神经到了极点啊！这一波炸出多少绿色侧翼呢？蠢羊与奇怪的生物，这个是一个绿色漫画家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这几年都靠着文化部爸爸的多元创作补助过活，所以我就说了，为什么八囧说他要拿文化部补助？因为他身边都是这种侧翼，真的在拿文化部补助过活啊，都不演了，直接叫文化部爸爸了啊！他们文化部爸爸在说什么？他们要超越日韩漫画啊！这个是个漫画家，然后呢，分享补助案给各位创作者，因为创作不好过日子啊！现在被28000票大立委一刀砍光，谁？陈玉珍。我出过17本商业漫画，当中1/5申请补助才完成，17本有4本没补助出不了，那剩下的呢？17本商业漫画还没有办法真正商业化，你这就不商业漫画吧？这是要饭漫画吧？然后呢，说要罢免到底，一点民主的思想都没有。金门人是次等公民，是不是？金门人不能有自己的立委，是不是？在那边叫，所以你就知道呱吉这家伙跳出来在干嘛？根本没有民意基础，乱砍的中国代理人罢免掉，直接抹红啊！各位，台湾创作才有活路。然后呢，被人家呛了之后就玻璃心崩溃，说什么？对，我就是要饭仔呀！我比起我活着，我更在乎创作，不饿死就行了。妈，听你在鬼扯淡，在鬼扯说你创作就可以有文化部奶水，那是谁的奶水？那不是文化部爸爸，那是老百姓的纳税钱。这已经舔到变成连当要饭仔，直接承认自己是要饭仔。那我问什么？我问一个问题：你是创作者，我们呢？我们 YouTuber 也是创作者 ，YouTube 给我们观众就是创作者，你可以靠我们的纳税钱爽过，我们苦哈哈，这什么事情？这不要脸到了极点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种事啊！我们做公司，我们开频道搞了快6年，哪一天不是自给自足？没有政党给钱呐，都是老百姓全世界的粉丝这样抖内给我们，靠着广告的收益，靠着会员的加入，辛辛苦苦做到今天这个规模。哇，你真爽天天要饭，还要的那么理直气壮，不要脸到了极点，拿人民纳税钱来说不饿死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一般的创作者如果真的商业化的路上，不是饿不饿死啊，是欠不欠债啊，一辈子就完蛋。我做工商业出身的，工商服务业做，我做会计业出身的，90%甚至95%的公司第1年就垮了。我们不是不饿死就行我每年要发上百万的员工的薪资出去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真的是有够扯的，这是真的是有够夸张，这还敢讲这种话？更扯，还有这个林长佐的电影叫《冲煮》，拿了将近2000万的补助金，
结果只有244万票房，票房恰恰是补助金的1/9，而且他2016年就选上立委，一直干到2024年哦，干了8年立委还自肥，有够恶心，有够丢脸。讲到这真的是心酸泪，你知道，我们经营公司真的很累很辛苦，他们经营是爽死。请问历史哥哦，你觉得柯志恩为护航公司只占1%，与陈玉珍要全山对抗，民众党提案删20%，他的目的为何哦？西高雄绿票稳定投他吗？这是个假消息，这是绿媒创造的假消息，这个东西已经辟谣过了哦，所以不要再相信这是绿媒制造的假新闻哦。这最早是三立写出来的，很坏，当事人都出来澄清了，那就是假新闻。他是自雇的议员，我不理解他为何只删1%。我本来希望他翻转高雄，但我现在个人认为高雄市长当上是没希望了。以上个人言，我觉得高雄就是对干，你不对干，你选票都是虚的，你要连任也很困难。所以我认为柯志恩这一波也要了解到这个问题。最近比较少跟柯志恩接触，但我跟他们办公室有熟了。某阳某吉当侧翼真好，要饭要到老，颇亲德兰赚钱不困难。其实我跟大家讲哦，这一次那个某阳那种态度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们是这样在开公司的，他们是什么样态度在开公司的？他们这些人不只是要饭，他们是吸血虫，他们吸国家的税金，然后呢，他们做的一点贡献都没有。我们是正向循环，慢慢的循环，慢慢的循环，把自己的循环也打起来。我跟大家讲，2-3年前韩流退了之后，我们一集有时候抖内连1000块都没有，一直到疫情爆开的时候，大家真的都被逼在家里很闷，然后历史又提供了很大的出口，大家的抖内才多起来。但是后来上上下下，但是我也是牙咬着，就是说请小编，我一点都不亏待他们。我最重的时候，我的营收的一半是在付人事费用，我们是这样撑过来的耶。我靠什么赚钱？我是靠外面接通告赚钱啊，我自己的钱库是通告费啊，是我外面的主持费啊。我公司不赔钱是什么？我把人事费打底，剩下的钱全部拿去支应各种，我自己没领钱啊。每个月我要给太太要家庭开销支出，要给太太钱啊，因为我太太全力在家里带小孩，要帮忙弄频道，所以我每个月也要给她钱，相当于给薪水一样。那个都是我去外面做接通告，接各种主持，死命接来的啊，是这样过来的耶。他们那些某羊凭什么坐享其成啊？可以这么爽的吗？他到底懂不懂人家在外面怎么做生意？做生意失败是要背债的，动辄几百万债务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要饭贼，你就看不起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做生意那么容易哦？你以为做公司这么容易哦？而且我们不接政府标案哦，我没有去给台北市政府请过任何一个标案哦，没有去给任何一个县市政府蓝营经营的县市政府用关系去打标案。有人问我，我没说好，人家就说这个有机会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我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要被人家讲话，因为标案一查我的名字，人家就说你看你是被喂养的，所以我走了一条最难的道路。所以他们不是什么怀才不遇，他们是根本没能力啊。所以我为什么看到蠢羊那种行为，我就看得很傻眼。那是在做企业的态度吗？那是在做生意的态度吗？还是什么我只要能活着就好？鬼扯淡呢！他们是国家的蛀虫，不是单纯的乞丐而已，是国家的蛀虫，这个才是让人家觉得很生气的地方。